请召。小心！老乡，小心点。好。装神弄鬼。既然来了，就把命留在身上。下水，走。老乡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开封府，展昭。展大人外出数月有所不知，如今各地大旱，西民都涌进城里了。就连这皇家道场仙神宫，近日也带着百姓求雨祈福呢。展大人也莫要焦心，这老天爷的事儿，咱们想管也管不了啊。没人要。行，找别人啊。小姑娘，今年多大？我今年7岁。那就买点吃的。
就是去仙神宫祈雨。是的，那这下肯定能对啊。信众祈雨的队伍到了，请法师开坛。通知所有人，把他们盯紧了。仪式结束后，速速让他们离开仙神宫，不得擅闯滞留。是。大人，詹护卫，本府正要找你。你连日来侦办张可久一案，车马劳顿，本该好好歇息几日，但事出紧急，只得深夜召你前来。大人，督察办案，缉拿凶犯，本就是在下的职责，还请大人直言吩咐。今夜召你前来，其因有二：一则7日后便是陛下带领文武百官在金明池祈雨祭祀大典的日子。你外出办案这10几日，本府接连接到百姓投告金明池水妖作祟伤人一事，此案非同小可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你务必要在大典之前将水妖案调查清楚。今日我也听到同僚提及此事，大人请放心，7日之内我定将水妖案查个水落石出。这其二，今日叶隐卫寄来飞书，在抄查张可久藏匿的私盐仓库时，数百担私盐下落不明，此事蹊跷啊！若不尽快查出来龙去脉，恐怕很难向皇上交代呀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蒋大人，张可久在牢中被杀了。大人莫慌，属下这就前去查看。走。何时发现？一路向前。凶手可曾抓到？不曾。凶徒身形极快，已越墙逃遁。负责看管人犯的是谁？由府司西域单独看管，发现时已死于牢内。张大人。你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展大人，大人，可曾看清凶徒的模样？没看清，这凶徒身形极快，蓬头盖面，就像什么？一只绿毛妖怪。妖怪，装神弄鬼。假如相向而行。
没有征兆。凶徒与张可久认识。大人，胸骨断裂，凶徒竟然徒手摘走了张可久的心脏，好大的力气！大人，好像是水藻。水藻。鸡鸣池。这水妖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来开封府作案！快！展大人，情报好像有人。鱼。跟他是一伙的。宵小之徒，先恶为常。我与那贼人并非一路。那你们到底是什么来路？开封府展昭。开封府。我是捕快，不是刺客屠夫。将凶手生擒缉拿是我的职责。可惜还不是让他跑了，白忙一场。也不尽然是白忙一场，至少证明这水妖是人所扮，并非什么妖怪。敢问姑娘姓甚名谁？千岁红。官府办案，千岁红姑娘莫要插手此事，早些离去。若不是你来搅局，那凶手早就被我抓住了。若是我帮你擒住那水妖，你可愿帮我引荐开封府包大人？姑娘若有冤案，尽管来开封府击鼓鸣冤。抓水妖乃我分内之事，就不劳烦姑娘了。是。大人，这湖水浑浊不见底，这要是水妖上来的话，兄弟们可凶多吉少啊！哪来的什么水妖？不过是装神弄鬼的伎俩。今天，就算是把这金明池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抓住那个歹人。大人，水妖抓到了。带回开封府问话。是。
管你们信不信，反正我不是水妖。你若是水妖，此刻怎可能站在我开封府内堂说话？你乃金陵人士，平日以走水路押镖为生，到开封仅2日，那水妖案自然与你无关。你若是觉得我们连水妖是谁都无法分辨，未免也太小看开封府了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从你所使用的兵器来看，分水峨眉刺乃是一门水中的兵刃，而且你随身携带了水路镖师的开路鱼符。金陵一带湖泊众多，水路繁杂，专门押水路的镖局更是金陵独有。近日，从金陵方向来的押镖队伍，只有2天前的一支。没错，小女子千翠红正是金陵的一名水路镖师。我此次来汴京是寻父而来，请包大人替我做主。愿闻其详。我父曲阔，本是4天台4天监，8年前被人陷害抄家入狱，亲人家眷接受牵连。我年少无亲无故，便改名换姓，流落金陵。哦，你说的可是曲阔炼金术一案？正是。忆当初本府出掌开封府时，曾经调阅过此案卷宗，经查证后确属冤案一桩，但年深日久，且那曲阔已病死狱中，不在世上。不尽然，我此次来汴京就是寻父而来，并且我无意间看见我父亲的笔记，不然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还有家人活在这世上。你是说曲阔并没有死，还在人世？我父亲一定还活着。前些日子，慢点啊！快点啊！押镖的，验货起镖押镖了。验吧。没想到啊，这镖师竟然还是个小娘子。哎呦，疼啊！你饶饶命！这清单是何人所写？我也不知道，这货物是仙神宫的，自然是那仙神宫的人所写。单凭一张留有你父曲阔笔记的清单，你如何笃定？依你而言，那曲阔与仙神宫有关。你可知，那仙神宫乃是皇家御用道场，它关乎到当今圣上，万万不可妄加猜测。不是妄加猜测，那清单上是我父亲炼金术配方所需要的材料。若我父亲尚在人世，试问天下除了仙神宫的人，还有谁有着偷天换日的本领？既然你是为寻父而来，今日为何又出现在这金明池的水下？仙神宫戒备森严，平日里禁止入内，我不得已只好混入其余的队伍前往。虽时间紧迫，但以我多年走水路的经验，我发现这仙神宫与那金明池底水路相通。这么说就合理多了。怪不得我们把金明池翻个底朝天也不见水妖的踪迹，莫非这水妖顺着地下的水道躲进了仙神宫？我才不管水妖如何，我只是借助暗道去仙神宫一探究竟。所以说今日你在金明池是为了找到仙神宫的水道入口？求大人彻查仙神宫，助小女子救父亲于水火之中。快请起！那仙神宫是为皇家炼制丹药的地方，没有宫里的旨意，任何人不能自扰冲闯，除非有十拿九稳的证据，否则就是开封府也不能妄动。那如果我能证明的水妖就是藏匿于仙神宫中呢？昨晚水妖袭击牢房，杀害了张可九，显然是有人指使，为的就是让张可九永远闭嘴。依卑职所见，或许这仙神宫与水妖案有着暗中的联系，或许这仙神宫就是水妖案的关键。你心思细密，且水性极佳，
如今皇上祈雨大典在即，水妖一案迫在眉睫，你可愿意与展昭一起去调查仙神宫水妖案？真的，谢过包大人。法师息怒，我要将他打死！是这个畜生近2日水下劳作太久，难以承受。您看，要不要让他歇2日？没有时间了！开封府的人已经有所察觉，给他灌药，一刻都不能停。12个时辰，12个时辰之内还不能完成湖底之事，就杀了这个畜生。按照衙门规矩，拜过衙神了。拜过了。你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这么威风八面的捕快。没见过。没见过千机囊挂错的捕快。千机囊是在左边，不然上下马的时候会被牵绊住，关键时刻会误了性命。这些东西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对，这是从金明池底捞上来的。整个金明池底纵横交错，铺满了这些似铜非铁的东西，还不规律，显然不是抛弃或者藏匿的赃物。你是说，这是有人有意所为？这样的一节缎带，仅完整的一根就重达100斤，而且从表面附着绿胎来看，被安置到水下的时日应该不足月。如此庞大的工程，想要在短时间之内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，无论是水性还是力量，都绝非一般人。你的意思是，这都是水妖搞的鬼？没错，近1个月水妖频频上岸，想来也不是出来吓人这么简单，定是被百姓无意间撞到了在水底铺设缎带，这才让他动了杀人的心思。那你说，这水妖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也没有想明白。我是当朝的捕快，这事儿你得去问前朝的狄仁杰。对了，之前你在金陵码头看到的那些矿石原料，我查过了，都运去了仙神宫的北郊熔炼厂，而这些似铜非铁的东西，应该也出自那里。我就说吧，这仙神宫肯定有问题，你之前还不信我。可是我还是有些事情没搞明白。我要去拜访一位故人。哎，你去帮我买坛好酒。这和查案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，明天是老姜的生辰，衙门里当差清贫得很，他平日里不舍得吃喝。你去给他买一坛，就当兄弟们给他庆贺了。空手来的？嗯，我这不是说你，你们开封府就出你最抠门。咱俩关系虽然不错，但是怎么着也得有个人情往来，不是？你，大人，我这次找大人是有正事，咱们又是有情厚薄，不记一回了。哎呀，说吧说吧，我是想向大人打听一个人，大人可能是曲阔。曲阔？当然认识，那是我多年前的同僚啊。此人绝顶聪明，精通炼金之术，只可惜啊，醉酒之后
让歹人套走了炼金的方子，最后死在了狱中。要不然也算是个奇人呐。你问他干什么呀？大人可认识此物？哈哈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是倭签。倭签，区阔的炼金之术没能炼出真金，却炼出这么个非铜非铁的玩意儿，纯是毫无用处的废料。那司天台可还有区阔当年的卷宗和遗物？区阔入狱之后，他所有的卷宗文献全都封在司天台。区阔呀区阔，成也于此，败也于此。这是区阔的笔记。正是。多谢。站住！不登记在册，谁都甭想从我这儿拿走半页纸。哼！这是祈雨大典构建图。这个被划掉的名字是谁？应该是负责督造祭祀泥牛的张大人。哪个张大人？就是你们前2天刚刚缉拿的张可久。这个张可久好一招瞒天过海，怪不得这万丹四眼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大人，这些泥牛现在何处？应该已经治好了，运到边境了吧？我想这会儿已经到了礼制局工坊，等着验收封存呢。哎，站住！记得有情后补。展大人，展大人，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啊！我们正要找你呢。终究还是来晚一步。这凶徒的手段真是极其残忍啊！毋庸置疑，定是那水妖所为。大人何以鉴定？你看，你看这个脑袋！烦请大人带路，我们去里面看看。你瞧，
不对，胸骨没有断裂，伤口不是贯胸而出，窗面狭窄，切口平整，乃利器所为。屋外的几个工匠没有反抗，几乎在同一时间遭到了袭击。凭水妖一己之力，很难在一瞬间完成。凶手不止一个。虽然看起来跟开封府牢房凶案十分相似，但是我在现场并没有看到水藻的痕迹。这些人假扮水妖，一定另有所图。袭击李志局非同小可，况且这些凶手害命不求财，应当是这些人知道些不该知道的事情。凶手伪装成水妖伤人，答案只有一个：掩盖真相。展大人，祭祀用品，祭祀用品。啊，幸好啊，这泥牛完好无损，不然误了祈雨大典，那是大家伙一起掉脑袋的事儿啊！哎，展大人，不可！为何？这是皇上3日后要祈雨的泥牛，上面都有皇家的封条，没有皇上的口谕，任何人都不能擅动。老姜，哎，看来张可九私盐案，那不翼而飞的百担私盐是找到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这牛里面是盐？那还等什么？大人，你要是不方便，我来。你没听他说吗？这可是皇家御用的泥牛，别说是百担私盐了，就算是金矿银矿，我们也无可奈何。等我们回去禀报包大人吧。你们开封府的人就是麻烦，这水妖明摆着就是跟仙神宫有关，直接带人冲进仙神宫救出我父亲，顺便把那水妖杀了便是。你能不能杀得了水妖我不知道，但是仙神宫是皇家禁地，就这一条，就够我们死好几回了。还以为展大人是个英雄，没想到只是个贪生怕死的老油条罢了。老油条，不是，那个展大人，这里杂乱无章，乌烟瘴气，咱们可以去后院瞧瞧。请。哎，真惨。
刺客青天白日带着尸体，想要躲开人群并非易事。凶徒的尸体应该会被丢弃或藏匿。老将，吩咐下去，向南15里，仔细排查。是。江捕头，来，您上座，坐，坐哪儿不一样？来，坐吧。来，江捕头，让，清蒸今天你最大来啦！哎呦，您尝尝这酒，谢谢姑娘。应该的，这么丰盛，这些都是我做的，厉害吧？来坐，各位坐。今天特别感谢千岁红姑娘，还有这么多的兄弟们，给我准备这么多的菜肴，庆祝我老姜的生辰。老姜在这里敬各位一杯，来，谢谢大伙儿，喝。好，谢谢大人。坐，快坐，吃。谢翠红，之前怎么发现你这么厉害？这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不就给你1坛酒的钱吗？你上哪儿整这么多菜？来，生辰就该有生辰的样子，有酒无肴怎么行？而且我就只是小肉的鸡手，给兄弟们打打牙祭。给你买上。好吃。今天你就把那些什么衙门规矩都放一放，别老来。来，这碗我敬你。应该是我敬你。吃这个。你这又是酒啊，又是肉，这芥末花了不少钱。不多，这些全都是拿你的账手。真是借回光了。要我说，这来，大家吃点这个，好，还有这个，来，喝酒。谢谢姑娘。头你也喝。别光吃菜。报，展大人，尸体已找到。哎呀！第一路扩灭，腿部结实，死者应该常年骑马，为了保持稳定，相较于正常人有较宽的胯骨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死者应该是辽国人。到。是硫磺。如此解释便说得通，这就是他伪装成水妖的证据。木炭。炉甘石粉末。硫磺、木炭、炉甘石，能接触到这些的，只有熔炼丹药纸。我之前押镖的货物也是这些东西。熔炼窑。我想起来了，之前先生宫在汴京北郊5里以外有一个熔炼厂，他们定是从那里来的。事不宜迟，马上集合去熔炼厂。快，是。
鸡鸣池底的缎带。这些人果然跟先神宫是一伙的。哎。 中埋伏了！障眼法。 都别过来！百里，这些木桶里装满了火药。 老将，老将，老将！干捕快这行，少交朋友。何出此言？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生离死别，到时候啊，也不会太难过。 不是我小气，哎，想起好酒好肉也馋，但小时候饿怕了，总觉得享福会折寿。我老姜是个粗人，心里装不下这些个济世天下的大道理，惩恶扬善4个字，摆在心里就够了。当年我也喜欢过别人，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儿了，不行了。 一个人挺好，那天啊，俩腿一蹬，也不拖累别人，你说是不是？
过几年啊，等我谢衣归田，我也大方一回，藏上一坛好酒。到时候啊，你和兄弟们经过家门，就可以进来寻我讨杯酒喝。这个老姜，平日里抠门得很，没想到今天连自己的酒都没有喝完。记得我刚追随包大人的时候，常常因为开封府遵循法理，让凶徒逍遥法外而愤愤不平。我那个时候也因为冲动，犯下了大错，连累了众兄弟不说，还让包大人被贬下了顿州。那时候我跟老姜说，当捕快有什么好？还不如江湖上快意恩仇来的痛快。那时候老姜告诉我，快意恩仇是一个人的痛快，而捕快换的是天下百姓的安稳。这个行当总要有人去做，既然选择了，那生死便也怨不得别人。要是那凶徒落在我手里，我才不管什么衙门规矩，我定将他碎尸万段，以为江捕头在天之灵。天快亮了，再长的黑夜也有熬过去的时候。你说的对，我是该把这些衙门规矩放一放了。还有3天就是皇上的祈雨大典，看来我们是得使些非常手段。你的意思是夜探仙神宫？既然明着进不去，那么今晚我们就暗地里进去看看。法师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北郊窑厂一事牵连甚广，开封府遭受重创，恐怕会对我们仙神宫不利。您看要不要？不足为惧，一时半刻，他们还不敢对我仙神宫怎么样。只需3日，3日之后祈雨大典，宋朝皇帝死期一到，我10万契丹勇士便可踏过边关，起兵伐宋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欣赏字画？二位深夜造访，为的该不会是来欣赏在下的字画吧？
如果在下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位就是开封府的展护卫，展大人吧？这位不就是奇羽舞龙的姑娘？依尘法师，别来无恙。我与展护卫并未有所交集，这别来无恙，似乎有些交浅言深了吧？依尘法师可真是健忘，前几日护送张可久逃遁的几个辽国奇能异士，其中就有依尘法师吗？辽国系祖昨日前进礼支部大开杀戒，想必也是依尘法师的杰作。一派胡言！纵然死人不能开口说话，但是想要做到天衣无缝也是难事。试问这汴京都城上下，除了这炼丹制药的仙神宫，还有何处有这硫磺与炉甘石？就凭这不足道的歪理，你开封府竟然想诬陷抹黑我仙神宫！哼！依尘法师虽然记得易如，但是您却忘了，这耳后的伤痕。纵使依尘法师有通天的本事，也没能治好自己的断手。等我死了你再拜谢！你再不出手，我们迟早一起死在这里！这边，快！
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与之相连的，应该就是仙神宫的壮干，肯定是他们装神弄鬼的东西。还记得精明池与仙神宫水道相通吗？我们现在应该是在水妖的巢穴。不用追了，我们现在在水妖的巢穴，这里四通八达，危机四伏。刚刚滴在我身上的水，并不是普通的水，而是吸引水妖的药水，千万要提防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一尘法师害人重害己。我在他腰间的葫芦装的是吸引水妖的药水，这水妖在临死之前循着气味而去，才撕开了他的伪装。我们走吧。哎，你刚才是不是把我扔出去了？
凭什么是我被扔出去？那下次换你用我。行。你在看什么？这个爪痕很奇怪，看样子像是常年刮磨而成。你还记得依晨书房字画上的花样吗？花样？换个角度看，很多名士在他们书画的落款处都有自己的花样，通常也是因为难以作假，所以起到了防伪的作用。如此说来，这水妖才是真正的依晨法师，被这些斥候用草药给饲养，失去了心智，取而代之，这才变成不人不鬼的样子。出来！别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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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求求你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出！别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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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求求你别杀我！父亲。父亲，父亲，真的是你？真的是你吗？你先起来再说，起来再说。红儿，你真的没死啊？他们说我曲江上下全都死了。乳娘带我逃到了金陵，我这才活了下来。您的父亲，这些年您都是怎么过来的？自我被抄家下狱后，九死一生。我被人用死囚调包后，便一直被关在这里，帮那些撩人炼金。我以为你们都死了，好几次都想一死了之，我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我的父母。那些大人呢？啊，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好，你们是怎么来的？这位是？在下开封府展庄，徐老先生莫怕，外面那些贼人都已经伏法，但是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速速离去为妙。好。昨夜一场混战，你还受了伤，怎
怎么不好好休息，多睡一会儿？睡不着，一闭上眼睛就是仙神宫，水妖，了不得吃红。磨难虽多，但至少在七雨大典前，水妖案告破，你也能松口气了，不是吗？虽然歹人都已伏法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案件仍旧疑点重重，却又毫无头绪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徐老先生呢？他这些年饱受折磨，身体一直不好。我刚给他喂完药就睡下了。年少的时候，觉得父亲大人呼风唤雨，无所不能。可如今再看，早已没有了当年的伟岸。你别不信啊，我父亲当年可厉害了，连闪电都能造出来呢。不信，你说的我都信。我父亲好像在叫我，我先走了。七雨大典之后，你如何打算？我打算带我父亲回金陵。好。若你需要，待我从金陵回来，我就回开封府帮你。我等你。不对，一切绝非如此简单，我一定漏掉了什么。我无意间看见我父亲的笔记，不然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还有家人活在这世上。此人绝顶聪明，精通炼金之术。以言为气，以铜为阳，倭铅为阴，阴阳两极相激，主身变化。方法得当，凡人亦可操纵雷电之力。炼金术，阴阳相济，炼制具祭祀泥鸟、壮肝，地下水脉相通，这其中一定有所关联。泥牛溶解，使池水中盐分升高，与水底缎带发生反应，再通过缎带的阴阳两极传入一宫装置，蓄能逆变。我父亲当年可厉害了，连闪电都能造出来呢。皇帝地遭仙剑，天打雷劈。大旱不雨，田苗枯槁，
圣上感念民间，公益金明池社坛，率文武百官祭祀戮拜。你最终还是来了。你本来有机会重新选择你的人生，但是你又一次选错了。一生真是笑话。曲阔在8年前就已经死了。10年前，你通过炼金术无意发现了倭签的存在。这看似无用的发现，却改变了你的一生。你通过观察发现倭签与铜筋膜在盐水之中会发生反应，产生电火。从此，你便一心想要获得这种控制闪电的能力。炼金案事发之后，你为了保命买通守卫，将自己的电火装置图纸和密信送到了辽国斥候的手中。通过他们的帮助，你成功的在死囚牢中利用假死逃生。但是抄家灭门的仇恨让你不择手段。这几年你蛰伏在仙神宫苦心研究，终于制造出了这尊逆变装置。因为需要更长的威力和距离，所以你利用了张可久，将数百担私盐巧妙地藏匿在祭祀用的泥牛之中，而后又令水妖在湖底下布下倭签与铜线，企图在皇帝祭祀大典当日，用你制造的闪电来谋害圣上。开封府真是藏龙卧虎啊！好，好。而至于那个冒牌的依尘法师，他不过是受命于你的傀儡，他挡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到此为止。所以当我们进入壮干祭坛之前，你杀死了囚禁的苦役，伪装成受害者。但让你没想到的是，你却见到了本以为不在人世的女儿。但这也成为了你绝佳的掩护，侥幸地骗过了我们所有人，继续实施你的计划。收手吧，收手！一夜之间失去家人，在天牢里等着秋后问斩，你可曾试过？你看看我的一条膝盖被刑具夹碎了，他们用针在我的脸上刺着耻辱，你让我收手？我什么都没做，就遭受了天底下最残忍的对待。所以，你就让真正的依尘法师变得不人不鬼。所以你就杀光李治区所有的工匠。你凭什么用这么多人的生命来回应你的不公？对，我就是要让他们来给我陪葬。现在还来得及！爹！至告文以达神听，其神明庇佑，广布甘霖，待草木回青，山川增色，复为祭拜以谢之。乖女儿，到这儿来，马上就结束了。事成之后，我带你去辽国，他们答应爹给爹想要的金钱爵位，爹的就是你的呀。爹，我求你收手吧，我们回金陵好不好？啊！你的母亲，还有我们曲家上上下下30多口，受尽凌辱，死不瞑目。我跪下来，磕破了头颅去祈求他们。当时可有人向我出手，却饶了他们。那些歹人让我身在地狱，让我分异火。但这地狱的异火，让他们给我陪葬。爹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和那些人有什么两样？要以天下动荡，百姓生灵涂炭来偿还仇恨，
你可不要！一切都完了！你们谁也别想拦我，谁拦我，我就杀了谁！吉时已到，请圣上焚香祭天，为神明鉴，俯察于臣，调和风雨，以缓民急，使苍生有赖。一切都结束了，逆变装置一旦开启，就无法停止。杀了我也没用。你要干什么？替我好好活着，每天把他死都杀着。我要为你们报仇了，报仇！千岁虎！替我好好活着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千岁虎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这么威风八面的捕快。再长的黑夜，也有熬过去的时候。我信，你说的我都信。若你需要，待我从金陵回来，我就回开封府帮你。奈何缘见人间会相逢。展昭上前听风。展护卫，展护卫，上前听风啊！展昭，忠君爱国，其心可嘉。封四品御前带刀护卫，赐绿猫金牌一面，以彰其功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谢万岁！有本启奏，无本退朝。小的北风，国家
好，谢大人。